完美犯罪最难的不是制造不在场证据，而是怎么让一个6岁的孩子记住所有谎言，却忘记唯一的真相。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啊！你是小朋友，不知道没有人会怪你的啊！他们现在没有证据，记住，所以拿我们没办法。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。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为了掩盖杀人事实叫女儿说谎。我叫李维杰，在泰国的一座小城里，靠着网络服务营生养活一家的底层人。我和妻子阿玉育有2个女儿，大女儿平平，小女儿安安，两个都是我的心头肉。我没什么文化，就爱看电影，尤其是悬疑烧脑剧。没事的时候，我就爱去送书的饭馆学习电影里的侦破技巧。您要是看过1000部以上的电影，您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任何离奇的事情。没想到这句话后来成了我的催命符。大女儿平平成绩优异，被选去参加夏令营，我十分欣慰。3天6000铢，看着相当于全家2周生活费的金额，我犹豫了。还是学校生意好做啊，冤大头还得有资格才能当。葛郎台，知道女儿心里很不痛快，但我终究是心疼她。当晚偷偷把签好字的同意书放在了她卧室。谁能料到，就是这次夏令营给女儿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害，也让我们一家人陷入了生死考验。那天平平从夏令营回来，我就该察觉不对劲的。她连最爱的果汁都不敢泡。那妈妈给你冲杯蜂蜜水。不用了。不吃饭就走啊？我当时还以为是她嫌我抠门闹脾气，并没有多想，直接出差到罗腾替一家酒店维修网络。由于要测试1天，我便在酒店住下来。刚进房间门，一张拳赛海报吸引了我，晚上就去取款机取了钱，从票贩子那儿买了张门票，兴致勃勃地去看拳赛了。我在赛场看得津津有味，哪里知晓家里的女儿正遭遇着危险。后来我才得知，夏令营期间一同参加活动的素茶在平平果汁里下了药，并对平平实施了侵犯，甚至那混蛋还拍下了视频。平平知道素茶是典型的官二代，母亲拉运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警察局长，有着一套自己的办案理论。仔细研究过1000个案子，你就会发现这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离奇的案子。附近都棚是政府要员，正忙着竞选市长，所以平平选择独自扛下痛苦，直到素茶拿着视频再次找到平平。上次没意思，怎么跟死人似的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这次来点刺激的，上10点，加3红棒头。不，我不会去。如果你不去，或者告诉其他人，那我就只好把视频发出去了。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点赞。晚上，素茶一步步逼近平平，好在阿玉及时发现了，可没想到素茶看到家长，不但不害怕，反而更加嚣张。认识你女儿吗？惹个痣。给我手机。给你可以，那你代替她呀。妻子为了抢回手机和素茶争夺了起来。平平见不得妈妈被欺负，情急之下拿起锄头想要摧毁手机，却意外敲在素茶头上。阿玉用手一探，素茶已经没了气息。平平慌了，想要报警，阿玉阻止了他。对方势力太过庞大，根本不会得到公正的处理。看完拳赛，我打电话回家报平安，却一直无人接听。好不容易安安接起了电话，说了不到1句话就挂了。我连着打了好几次，都提示占线。看着这么晚的时间，我十分担心，立刻打车往家赶。看着妻女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立马意识到出事了。原来在我往家打电话时，阿玉和平平正在将素茶的尸体推向屋后摁书的墓地，一不小心推车翻了，素茶的手掉了出去，动静吸引了刚接起电话的安安。快带妹妹去睡觉。阿玉挖开坟墓，将素茶放了进去。报警吧，就说人是我杀的。你现在报警连坐牢的机会都没有，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。再说我们才是受害者。那我们被发现怎么办？我心里涌出底层蝼蚁面对权力碾压时最原始的恐惧，可我不能倒下。我是父亲，是丈夫，是这个家的支柱。为了让家人安心休息，我在墓地守了一夜，脑子中不停闪过之前电影中学到的侦破手段。Do not worry, Sir Wilford. I will give him an alibi and I shall be very convincing. 这一刻我看到了希望，当所有人成为我的证人，真相就会变成集体创作的剧本。我仔仔细细地处理了案发现场的痕迹，接下来就是将受害者遗物销毁。把家里门窗关好，我回来前不要出去，就像家里没有人一样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去处理一下这些东西。爸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把手机打掉，我没想拿它，我不想坐牢。我知道啊，不怪你，有爸爸在，没人会坐牢的。看着女儿乞求的眼神，我下定决心用谎言和计谋将女儿永远隔绝于牢狱之灾外。此刻的我既是护犊的猛兽，也是被良知灼烧的囚徒。当我准备处理掉素茶跑车时，不小心触发了警报。
我的手掌瞬间出汗，可已经走到这步了，放弃是不可能的。就这犹豫那一会儿，正好被吃早餐的三坤发现。他了解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ดูเหมือนจะใช่นะไปซื้อรถมาตั้งแต่เมื่อไหร่我开着车避开了所有监控，来到工地，将速查手机开机激活定位，接着删除评定的视频，仔细将手机上的指纹擦干净后，丢进了即将跑遍半个泰国的渣土车中。接着来到河边，环顾四周无人后，卯足力气将车推下了水。一个牧羊人经过，羊群里的羊似乎察觉到了我吓得赶紧躲起来，汗水将我衣衫浸透。此刻我既是守护羊群的牧者，也是献祭自我的羔羊。好在牧羊人并没有发现异常。我知道这场误杀真正的目击者不是羊群，而是我正在死去的良知。然而销毁证据只是开始，接下来便是不在场的证明。回到家，我故作轻松告诉家人忘记这件事。我们就不认识苏查，如果认识，也只有平民在夏令营见过他，只是见过。而且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必须当做所有的事情没有发生过，否则警察一旦找上门来，一切都写在我们脸上。要想骗过别人，最需要骗过自己。然而这还不够，还需要旁人的辅助。于是我立马带着全家再次去罗统看拳赛。一路上我故意和每一个可能记住我们的人搭话，我像播种一样在他们脑子里埋下4月2日这个日期。去哪里玩呢？老统啊，周末嘛，本来是要去工作的。我并没有说明到底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，是为了模糊售票员的时间概念。然后就带一家人去玩一玩，有这个渣突渣和老拳王巴菜的比赛。我故意说起昨天2号的比赛，是为了证明我们全家是为了看这场比赛才去的罗统。有人问起来就能证明2号我们全家都在罗统。由于昨天我并没有退房，所以我故意带着全家一起办理，做出一副昨天我们住了一晚的假象，并且故意和前台争吵加深印象。退房前，我以监控视频太多影响网络运行为由，删除了3号中午之前所有录像，还给2个女儿买了奶油蛋糕。晚上8点20分左右，我们进入了赛场观看。我故意打翻小贩的爆米花，留下我们来过的痕迹，并以钱不够赔偿为由出去取钱。可我走到门口就停下了，因为2号监控已经拍到我取过了，而且我将时间把控的也刚刚好。然而要完成一个完美犯罪，还远不止这些。从现在开始，卖所有的东西都要留下票据。咱们家从1月份开始的账全部都重新做一遍，做得越像越好。为了摆脱嫌疑，我们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。我开始正常工作，从李老板那接到了给新警察局铺设网线的大生意。实地勘察时，眼前的大洞让我愣神了许久。出来的时候，李老板被桑坤一脚踹翻在地，原来是李老板举报了桑坤贪污。早餐店老板告诉了我，开车那天他和桑坤好像看到我了。于是我鼓起勇气，当着所有人的面一脚踹了上去。你敢袭警？这么多人踹我！你要干嘛？要开枪打他吗？被枪指着，我心里害怕极了，但是我必须这么做。只有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和桑坤有仇，他说的话才不会有人相信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走了。当我成功将沉默的羊制造成替罪羊时，我自己也彻底沦为权力游戏中的牲畜。苏查的母亲拉月好几天没见到儿子，心急如焚，动用了全局警力去找，很快便在河里发现了苏查的跑车。真是讽刺，我女儿被苏查那畜生侵犯不敢报警，局长儿子失踪，出动全部人手将小城翻个底朝天。商坤一看到黄色跑车的照片，马上就把我开走跑车的事报告给了队长。可因为之前我和桑坤的冲突，队长并没有相信。桑坤不死心，说面摊老板也看到了。我可没看到，我们一起看到你忘了。我只看到车，没看到人呢。这辆车吗？有点像。尚坤，你从哪里看到车的？那你啊？那么远，你要喝了1夜的酒，怎么可能看得清？由于桑坤平日欺行霸市，所以没人愿意相信他帮他说话。我知道警方迟早会找到我们，他们没有证据，肯定会吓唬我们来获取破绽。但只要我们反复练习被审讯，习惯成自然这样，就可以瞒天过海。4月2号下午和晚上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罗统。错，已经过去好几天了，怎么可能张口就说出来呢？再问一遍，在哪里？那天是周六，应该在罗统。对，记住你是学生，相对于几号，你对周几的印象会更清楚一些。去罗统那天都干什么了？吃了奶油蛋糕，还看了电影。你确定吗？我最担心的就是小女儿，所以故作严厉。那你呢？可看到她那纯洁委屈的眼神，我十分自责。我知道她会成为我们的破绽，于是我让安安说真话，因为人说谎话时，心虚容易露出破绽，但真话不会。如果我们全家都说一样的话，就会显得非常可疑，尤其是牵扯到像时间这种有关数字的东西。我跟妈妈可以说的精确一点，但是你们两个不用。很快警方查到素茶失踪前1周参加的训练营里，有2名女孩住在素茶失踪的参班镇，其中一个就是萍萍。
怎么认识？夏琳认识的。你们熟不熟？不熟，只是知道他。你说什么说啊？一个夏令营人那么多，你一眼就说不熟，你当我白痴啊？啊！虽然桑坤态度恶劣，但好在经过反复的训练，平命还算淡定。素茶在夏令营很出名，经常拿手机偷拍女生，有个律师的女儿还骂了他一顿。夏令营之后你见过他吗？没有。操啊！我们知道他夏令营之后找过你，4月2号。怎么可能？素茶说的吗？对，他说的。他才撒谎呢！你说2号，2号我根本不在家，我们全家都没在家。2号你们去哪里了？罗统。什么时候回家的？上午出发，第2天晚上回家的。隔了那么久，你还记得那么清楚？那是周末，我们好久没有出去玩过了。再说也没那么久。警方没收获，又来到我家调查。见过这男孩吗？没见过。妻子一直都在害怕，所以表情有些不自然。这辆车呢？没见过。桑坤察觉到这一点，故意诱导。就在你这破林子后面，我亲眼看见，苏莎肯定来过你家。果然，紧张的妻子立马说漏了嘴。2号、3号我们根本不在家，我们全家去罗统了，3号晚上才回来。Yes， get over！ 李薇姐，不用太找什么证据了吧？他们全都露馅了。我压根就没有提到什么时间，我有说我什么时候看到的吗？你老婆说漏嘴了。我早猜到妻子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你别在意啊，我老婆是个急性子。你们不是到学校去盘问过萍萍吗？孩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所以打电话把你们问过的问题都跟我们说过了。那尚坤说你3号上午开走了素茶的车，你怎么解释？我没办法解释。这一刻，那场冲突再次成了我的挡箭牌。大家都知道我得罪过桑坤，所以我说什么他都会说我撒谎的，对吧？我想听你的说法。事实上，2号上午到3号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去了罗统，根本就不在参班，所以要不就是有人看错了，要不然就是有人在撒谎。你放屁！你们最好不要把警察当白痴啊！你有证据证明你的说法吗？2号上午，我们是坐大巴去的罗统。大巴？准备这些票据是给警察看的啊？连汽车票都留着，确实少见了。我们家没什么钱，所以保留这些就是为了控制开支。这么大的房子，你跟我说没钱？旁边就是墓地，这房子你买吗？反正如果你们不信呢，就可以去问一问我刚才提到那些人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作证的。警察会相信我们吗？我知道越是天衣无缝的犯罪，往往一个细节就是致命的问题，所以我在等他们发现这个问题，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别画桌子了。果然第2天，桑坤就故意在送书店里大声说案子有了突破。我们在湖底发现了那台黄色的 Honda， 并且在乙座的夹缝里找到了不属于素茶的头发，这里面肯定有鬼。我分不清真假，但身体本能做出了异常反应，这让坐在我对面的拉运看出了破绽。我们一家立马被带回警察局审讯，家里也被彻底搜查了一遍，可所有痕迹我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他们一无所获。拉运把希望寄托在审讯上，可他哪知道我们一家人都提前演练过了，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，就连小女儿安安面对严苛的审讯也没露出一丝马脚。拳赛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开始了。不对，你爸爸说是到了以后才开始的，等了半小时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管警察叔叔说什么，我们都要坚持自己的说法。不对，爸爸记错了，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开始了。拉运大失所望，再加上外面的群众以为警方无故抓走我们一家，要求放人，拉运迫于压力将我们放了。警官终于过了，可我知道拉运不过是想欲擒故纵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紧接着，警方把2号至3号所有和我们接触过的人都找来询问，不出意料，每个人都对我们有印象，也都能证明我们一家当时不在场。拉运看了取款机的视频，又调取了其他录像，都证实我们一家当时确实在罗统。我低估了这个李卫杰，他虽然没有念过什么书，但是他很聪明，比在座的都要聪明。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他，分析他。你在上班当警察很久了，了解他多少？他喜欢看电影，他没事就窝在店里看电影。只要你看过1000部电影，看过1000部以上的电影，您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任何离奇的事情。查他近1年来的观影记录。他们查了我1年近1000部的观影记录，最后拉运的视线定格在蒙太奇。蒙太奇就是镜头简介加音效，镜头是我刻意制造的碎片场景，音效是我每次故意对他们说的一些话，再经过我的精心剪辑，就成了一部近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他们听到了一个好丈夫带着一家人外出游玩的故事，就像一部由碎片剪辑而成的电影。拉运心里也清楚，
就算他推理的没错，我靠着证人口供和监控视频这些证据，也能为自己辩护。没有实质性证据，根本定不了我们的罪。然而素茶的朋友从外地回来带来了转机，他将素茶侵犯平民的视频给拉运看了，他这才知道了儿子的罪行。可他流下的泪，不是为了儿子做出禽兽式的忏悔，而是儿子没了，他要报仇。给我抓回来！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，所以上次从警局出来，我就将底牌交给了好友李老板。如果我们一家人再被抓，就打这个电话号。素茶的父亲叫杜鹏，市长候选人，这个号码是竞选对手办公室的。我知道只有扳倒素茶家里的权力，才能够彻底洗脱嫌疑。这一次，高阳成了猎豹，拉越毫无人性的将视频给萍萍看。视频我看过了，他们都看过了，我很难保证他不被流传出去。那你就是个混蛋！你现在一定很了解我的心情，毕竟你也是个母亲，你应该知道，为了自己的孩子，没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。一向柔弱的妻子此刻成了护犊的猛兽，毫不犹豫挡在女儿面前。有的孩子是孩子，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。这一刻彻底激发拉越恶魔的一面。上官，我要真相，不论用什么方法。他们当着家人的面对我严刑逼供，他看出小女儿安安是我们家最大的破绽，于是凶狠地将安安拖了进去。你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你到底看到什么了？说！是爸爸，对不起。警方来到我家后面的坟地，素茶的父亲东鹏也来了，现场围了好多民众和记者。警方在坟地大肆搜查破坏，民众们怨声载道，桑昆还把站出来反抗的民众打倒在地。看着他们这么嚣张疯狂，我的内心十分满意。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激怒民怨。经过搜查，他们发现了一座可疑的坟墓，然后不顾民众的反对，挖开坟墓，里面果然有一个麻袋。现场瞬间安静，只剩雨声仿佛在宣判罪行。等打开袋子一看，里面居然是被桑昆打死的那只羊，这可把拉运夫妇惊得说不出话。围观的群众也彻底爆发了，混乱中拉运根本来不及观察棺材板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。这一刻我站上了阶级，却丧失了良知。这件事瞬间引发底层民众对统治阶级的不满，导致多处发生暴乱。拉运也因为暴力执法和挖人坟墓引起民众强烈不满，被迫撤职。她丈夫兜鹏的市长梦也破灭了，看着原本宁静的城市因暴乱变得一片狼藉，我内心如同烈日在灼烧。因为我的父母就是死在暴乱，导致我从小就成了孤儿。小女儿安安也因为这件事学会了撒谎。看着被修改的分数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我保护了他们的身体，却毁了他们的灵魂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男人，也没能让你们过得好一点，能做的只有挡在你们前面。为了保护我的家人，我可以牺牲一切。其实那一晚我听到了素茶抓棺材的声音，小女儿安安也听到了。可我知道素茶活着，那我们一家人都得陪葬，所以我亲手杀死了自己的良知，同时也抹杀了安安的童真。我将素茶的尸体转移到了警局的那个大坑之中，这座镇压过无数穷人的建筑，最终成了恶之子的棺材。每次安安用勺子抓桌子，都像是在割我的心。原来真正的惩罚从来不是法律的审判，而是良心的折磨。自首前，我去了一趟佛寺，在那里我遇见了拉运和她的丈夫。在他伤害我女儿的时候，我没有机会阻止，但我必须阻止我的家人因为他而再次受到伤害。说真的，我也一直身怀歉意，对你们，包括苏轼。或许这一刻我们才是一类人吧。他们失去了儿子，我失去了良知，而我的孩子失去了对世界的信任。仇恨的尽头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当萍萍被伤害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无路可退。我不是英雄，只是一个被迫成为罪犯的父亲。我用电影里的手段对抗现实的不公，可最终现实还是赢了。我保护了我的家人，可我也让他们永远活在了阴影里。